绝大多数人以为生病是命运的惩罚，以为祈祷只是家属求个心安的安慰剂。但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一个颠覆你认知的真相：为生病的人念诵南无妙法莲华经绝对不是迷信，更不是什么玄学，这是一种跨越空间的生命频率调教，是直接唤醒病人体内最强大自愈系统的终极武器。生病从来都不是结束，生病是你生命升级前的系统重置。请立刻停止你大脑里那些自我怀疑与恐惧，跟着我一起把生命维度拉高。生病往往是我们人生中最脆弱、最无助的时刻。当医生宣判诊断结果的那一瞬间，全世界仿佛都在旋转。你觉得天塌下来了，你觉得命运对你太不公平了，为什么是你？为什么是你最爱的人？这份沉重的打击会瞬间抽干我们灵魂里的力量。但是，请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份无助感，这份绝望，只是一种错觉。这只是因为我们忘记了自己生命深处原本就蕴藏着宇宙中最宏伟的能量。今天，我要把这份力量还给你。当你了解了生命的真相，当你握住了唱题这把钥匙，你就会明白，根本没有跨不过去的考验。每一场大病，每一次痛苦的折磨，都不是为了将你击垮，而是为了逼迫你唤醒那个沉睡已久的巨人。回想一下那个令人窒息的急诊室走廊，你坐在那里，冷气吹得你浑身发抖，看着那扇紧闭的大门，你只能在外面无尽的等待。你的大脑里疯狂播放着各种最坏的剧本，你恨不得能冲进去替他承受所有的痛楚。你觉得自己什么忙都帮不上，只能眼睁睁看着生命力从他身上流失。或者我们把镜头切换到那个孤独的病房里，深夜11点、12点、凌晨2点，整栋医院安静的可怕，只有点滴一滴一滴落下的声音。躺在病床上的人忍受着刀口的疼痛，忍受着化疗的恶心，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在黑暗中，恐惧会被无限放大。他会想，我还能活多长时间？我还能看着孩子长大吗？我还能陪伴父母安度晚年吗？那种被世界遗忘，独自面对死亡阴影的恐惧，比任何实体的病痛都还要锋利，一刀一刀割着心脏。疾病最可怕的不是摧毁肉体，而是摧毁意志。但是，就在这种最深的黑暗里，我们绝对不能投降，我们绝对不能任由负面情绪吞噬我们，因为你的绝望会成为滋养疾病的养分。我们必须反击，而我们最强大的反击武器就是南无妙法莲华经。这绝对不是叫你放弃医学治疗，去追求虚无缥缈的奇迹。佛法是最高的道理，佛法与科学是完全契合的。从现代科学的严谨视角来看，宇宙万物都是由振动的频率组成的。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器官、我们的细胞都在以特定的频率振动。当我们生病的时候，就是我们身体的交响乐团失去了和谐，某个部位的频率乱掉了。当我们发出声音，当我们用尽全力，充满确信地唱念南无妙法莲华经时，我们正在发射一种宇宙中最核心、最纯粹的生命频率。这种规律而洪亮的音频会透过骨骼、透过血液传递到全身的每一个细胞。医学界已经明确证实，特定的发声与呼吸节奏能直接刺激我们大脑中的迷走神经。迷走神经一旦被启动，它就会对着你的身体下达指令，停止分泌那些让你焦虑、让你发炎的压力荷尔蒙，大幅降低皮质醇的浓度。它会强迫你那因为恐惧而紧绷的交感神经休息，并且唤醒负责修复、负责疗愈的副交感神经。当家属在病床边为病人唱题时，你首先调整了自己的频率，你成为了一个巨大的正能量发射器。你身上散发出来的安定磁场会直接穿透空间，感染病人，为他的细胞创造出一个最完美、最适合自我修复的微环境。这就是为什么唱题能够带来不可思议的力量。我们再从日莲佛法的究极哲学来看，日莲大圣人在写给门下的信中留下了这句震撼千古的金句：南无妙法莲华经，如狮子吼，任何疾病皆不能作障。大家听听这气势，狮子是百兽之王，当狮子在草原上发出怒吼的时候，所有的猛兽都要退避三舍。疾病在南无妙法莲华经的狮子吼面前根本算不了什么。医生的手术刀可以切除肿瘤，
抗生素可以杀死细菌，这些都是针对我们肉体的治疗。但是，真正决定一个人能不能挺过难关，能不能在生死边缘浴火重生的，是他生命深处那股求生的意志。日莲佛法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平凡的人，不管你现在多么虚弱，多么痛苦，你的生命最核心的地方，都端坐着一尊伟大的佛。这就是所谓的佛界。这是一个不生不灭、无坚不摧、充满无限慈悲与智慧的生命境界。当我们在病床前为生病的家人唱题时，我们根本不是在祈求外在的神明保佑，我们是在对着他生命深处的那头狮子大声呼唤。我们在用灵魂对着他的灵魂说：醒来吧，不要被这点病痛打败，你的生命比你想象的要伟大10000倍，你生来就是为了取得胜利的。我们用唱题的声音强行注入一股不屈不挠的力量，让病人长出最坚韧的意志去配合治疗。药物是战士手中的武器，而唱题就是给这位拿着武器的战士注入永不言败的灵魂。一个拥有战斗灵魂的人，没有任何疾病可以阻挡他前进的脚步。法华经里隐藏着一个能让所有苦难瞬间失去重量的终极法理，叫做变毒为药。我们凡夫总是害怕生病，我们把疾病看成是毒药，它带来身体的痛楚，消耗我们的积蓄，甚至剥夺我们快乐的权利。但是日莲佛法教导我们，只要我们拥有强盛的信心，只要我们持续唱题，我们就能够在生命中产生一种神奇的转化酶。这种转化酶能够将最致命的毒彻底翻转成为滋养我们生命，让我们大跃进的无上良药。大家仔细回想一下，这场看似毁灭性的大病，是不是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奇迹？是不是让原本因为各自忙碌而渐行渐远的家人，因为这场危机重新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了？是不是让那个总是以为自己年轻，长期透支体力，疯狂熬夜，完全不爱惜自己身体的人，终于被强制按下了暂停键，学会了谦卑地倾听自己身体的声音？是不是让原本面对一点小挫折就会崩溃的脆弱心灵，在经历了这场生死交关的痛苦淬炼后，长出了最坚硬的铠甲？日莲大圣人教导我们，病起而知死之当然，乃发道心也。这句话太重要了。正因为我们经历了生病，正因为我们直面了死亡的威胁，我们才不会再把每一天的呼吸视为理所当然。我们才开始深刻的思考，我来这个世界上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从而激发出那种追求绝对幸福、追求生命真理的觉悟。这场病绝对不是老天爷对你的惩罚，这场病是来提醒你的，是来成就你的。它是你作为地涌菩萨，为了向全人类证明佛法的伟大而主动承揽下来的使命。你是为了演出一场漂亮的逆转胜，才让自己站在这个舞台上的。这就是宿命转换的真正意义。我们常常低估了自己，低估了一个普通人内心深处那股名为一念三千的庞大力量。佛法告诉我们，就在你发自内心决定要赢，决定要跨越这场大病的那一瞬间，你的这一念就已经涵盖了宇宙中所有的可能性。你的一念改变了，你周围的环境，你家人的情绪，甚至病人细胞的活跃度，都会跟着产生翻天覆地的改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烦恼即菩提。没有这场病痛的烦恼，你永远不会去挖掘自己生命中的无尽宝藏。今天我们不是在探讨一个宗教仪式，我们是在掌握一门能够真实改变命运的生命科学。每当你双手合十，发出南无妙法莲华经声音的时候，你就是在对全宇宙宣告，你不会向命运低头。你的声音会穿透医院的墙壁，穿透无名的黑暗，直达生命的本源。这股力量是真实存在的。无数的人在最绝望的病房里，就是靠着这股声音，把一只脚已经踏入鬼门关的亲人给硬生生拉了回来。他们可以，你也一定可以。因为我们的生命本质上是完全一样的尊贵，一样的无可限量。所以各位朋友，如果你身边现在正有受疾病折磨的亲朋好友，或者你自己正处于健康的低谷，请你立刻马上停止所有无效的担忧。我必须很严肃地告诉大家，从能量的层面来说，担忧就是一种负面的诅咒。当你眉头紧锁，当你逢人就哭诉，当你心里想着万一他好不起来怎么办的时候，你正在向宇宙发射最劣质、最沉重的频率。你越担心，你的生命状态就越低迷，你传递给病人的
全都是恐惧、不安与死亡的阴影。这样不仅帮不了他，还会把他拖入更深的深渊。我们不需要担忧，我们需要的是祈愿。祈愿才是全宇宙最正面、最强大的祝福。从今天起，每天给自己安排一段时间，安静下来，端坐在那里，为他，也为你自己，唱念南无妙法莲华经。在唱题的时候，绝对不要带着悲伤，绝对不要带着眼泪与哀求。你要带着一种狮子王般的霸气，带着绝对胜利的确信去发出声音。你的声音要洪亮，要充满穿透力。同时，最重要的是，你要在脑海中具象化的想象一个画面，不要去想那些冰冷的医疗仪器，不要去想那些残酷的检验报告。你要想象他已经完全康复了，想象他走出医院的大门，阳光洒在他气色红润的脸上，想象他笑容满面地朝你走来，你们紧紧拥抱。想象你们一起坐在餐桌前，吃着最喜欢的食物，一起去公园散步，一起度过那些充满欢乐的日常时光。把你心中这个充满光芒的画面，把这份坚定不移的信念，随着你南无妙法莲华经的声音，化作一道无坚不摧的雷射光，直接打入他生命的最深处，去点燃他生命里的那把火。你要相信，我们的生命本来就具备着创造奇迹的力量。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宿命是不能被转换的。不要被眼前的困难打败，不要被任何权威的医学数据吓倒。数据只能代表过去，而你的一念可以创造未来。当你的生命涌现出狮子王一般的勇气，当你彻底唤醒生命深处那个强大的佛界，这世上就没有什么是你无法跨越的高墙。那些看似毁灭性的风暴，最终都会成为将你推向更高境界的助力。你就是你自己生命的主宰，你就是那个能把毒药变成黄金的炼金术士。这场战役，我们绝对不会输。让我们一起用这份极致燃烧的正能量，粉碎大脑里所有的焦虑与怀疑。站起来，去唱题，去战斗，去赢得那一场注定属于你生命的绝对胜利。